我挺有血的。我从出道就是演一些大笑姑婆啊、疯癫啊、喜剧啊，已经是标签了我的那个形象了，挺好啊。毕竟我拍了150部电影，就没几部是很认真吧。他的那个角色跟我以前演的都很不一样，比较孤僻，就没情绪。因为老公死了，他就无聊去玩约会软件。从他一个冷漠的医生到一个找回少女心还有恋爱的感觉。因为我女儿现在18岁嘛，她有一些动态是非常少女，有时候我就看到她，哇，我就記住她曾經做過那個表情啊。你有冇試過俾人蝦？石油工程師，55歲法國人，呢個係你第一個角色。我自己身邊的朋友都被騙過，甚至被騙過幾千萬。我們都覺得怎麼可能會被騙這麼多錢呢？又覺得很好笑。但拍完之後，我覺得只有一個唯一的理由，很多人是很孤獨的，很寂寞的，然後必須要被人家關心。他在浴室跌倒的那個時候，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女人。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用手機去演，其實我跟 MC 從來沒有眼神的接觸，只有一次，就是最後的一幕，就兩個人對看着一眼。其實陳可辛每一次我接劇本的時候，我都會給他看一遍的。他看完劇本覺得這個劇本很好，他說都很難得了，有一個劇本可以給你這種年紀的女生去演，沒錢都去演了。因為這個電影是一個在香港政府的支持香港電影之下，導演就報了他的第一部劇情電影，資金有限，除了我之外，其實其他的工作人員都可能沒怎麼收錢吧。其實陳可辛拍戲或者陳可辛拿獎，其實我都有陪伴他，所以我們兩個都互相去陪伴，互相去感受大家的辛苦還有開心，因為他有主見嘛，都是常吵架的。但是我覺得呢，我們能相處這麼久，真的有電影在中間起了一個非常有好處。因為有時候看完一部電影講1個小時討論，他自己本人很喜歡講故事，就喜歡聽他說話。他是比較認真的人嘛，我就有時候就大大咧咧啊，就沒把什麼放在心上的那種。人哋有男朋友㗎，我真的是天生的。還有我爸爸是一個非常有幽默感的人，好開心的一個家庭。他也是從黑白片的時候就開始演戲，我從他身上也看到他每一天在開玩笑啊，逗一些朋友開心啊，我就回到學校就再重複講一次給同學聽。忍得笑係園長係得主，所以我就進入那個綜藝節目之後，就外面的導演看到我那種可能有一點那種特質吧，所以就找我去拍第一部的喜劇片。就是那個時候香港電影還在非常蓬勃的時候，我只是當時覺得拍太多喜劇，重複演一些劇情啊表情啊，跟我自己說我要停一停了，真的2、3年沒拍戲了。然後我就自己去弄一部電影出來，就是自己投資啊，自己去找劇本，故意去突破自己。那部電影不是太成功，也虧了錢，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。後來電影市道不太好了，都沒錢拍一些很大的電影了，然後就有一些類似獨立電影吧，拍了好幾部，慢慢人家就接受吳君如能演什麼13妹啊、朱麗葉、梁山伯那些這麼認真的愛情戲。還有金雞的，現在說回來都是這麼經典的電影。那個時候也是香港真的在最低潮的電影的階段，想到這個題材好像幫香港打氣的那種感覺。
就是一个非常低下层的人，怎么去自己很自强，因为你要跟观众有共鸣的，你肯定是讲一些你现在你会感受到的东西嘛。其实都是港片的精神嘛，就是灵活嘛。我看到好多女演员到了比如说70岁80岁也可以拿奖，也遇到一些好的剧本，未必你是最主的角色，但是有时候你放下那个身段，你就去演一些你当时很适合的角色。所以我就说我演到不能演我都可以再演哦。